周二下午，台空军一架 F-16V 战机在嘉义基地外海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海，飞行员失联，台军展开搜救并暂停 F-16全部演训任务。截至目前，台军已寻获多块飞机残骸和轮胎，但飞行员仍未寻获。这是去年台空军 F-16V 战机接装成军后首起失事意外，也是 F-16战机自1997年抵台服役后出现的第10起事故。台空军事故频发，重挫士气，却有退役将领不做自我反省，直接甩锅是大陆惹的祸，遭到岛内民众的嘲讽。此前一天下午2点55分，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机身编号6650的 F-16V 单座战机由飞行员陈毅驾驶起飞，作为僚机配合长机执行对地攻击训练。但3点23分，在水西靶场周边光点消失，有民众目击战机坠海。台空军随即成立应变中心，动员海陆空军在该区域连夜展开搜救行动。台空军少将柳惠谦在周二深夜召开的记者会上直言，搜救难度很大，但在黄金72小时救援期内不会放弃。进入夜间，事实上搜救的情况是更难的，而且今天的海象情况也不是很好。截至目前，在熟悉地形的当地民众帮助下，台空军寻获多块机体残骸，直升机也找到飞机碎片，但失联超过20小时的飞行员陈毅依旧音信全无。刘惠谦透露，这架 F-16V 战机当时是作为僚机在执行20度大角度投弹，但刘惠谦指出，事发过程前后基地未收获失事战机的无线电通话，研判是飞行员陈毅按下通话麦克风的通话键，导致双方通话无法传达。他表示这点不正常。台空军退役 F-16总教官黄阳德认为，飞行员不会有按住麦克风通话键的举动，可能原因是失事瞬间飞行员反应时间只有短短几秒钟，管住了减速板就管不住通话。后面2个减速板是全开的，这个跟正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。你只有一个大拇指，怎么可能又做无线电通话，又把减速板往后持住？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自私的科目，并不是一个难度很高的科目。如果他按所有东西按正常，这4到5秒钟，他只要迟疑了，那就有可能会有意外产生。深圳卫视采访了台空军退役资深飞行教官于浩伟，他指出，这架失事 F-16V 战机是从北向南飞入水西靶场，路线很不正常。那水西靶场就是这个点这边，它是个靶场，上面这边是北，下面是南。我们正常飞的话，会先冲场。过去之后呢，会1边、2边、3边、4边导飞机进去开始攻击目标。那这架飞机是摔在这边。我刚刚讲我一直所有媒体讲好像是它是由北向南进入，我从来没有这样子飞过。于浩伟认为，如果这架战机坠海前是朝错误方向飞行，意味着年轻的飞行员出现错觉，最后几秒放减速板的举动就是例证。所以为什么会放减速板？不是有看它有那个阻力板吗？出来，就因为他已经搞不清楚上下左右。这时候如果说他再这样一滚一圈，正常就没事啊。他现在就可能就是都回家去啊，休息了一些。但是因为他这样子后，他去带杆，但他发现不对以后去放减速板，想制止他很快俯冲，因为减速板可以让速度减慢，但是这个距离太低，你有高度的话可以让再带出来。这是台空军 F-16V 战机第一次失事，距离去年11月正式成军仅54天。与台军此前装备的 F-16战斗机相比， F-16V 的航电系统得到升级，装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，态势感知能力增强，能够使用多种更先进的美制机载武器，性能得到了提升。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当时出席 F-16V 接装仪式，足见台当局对这种3代半战机的看重。就在上周三，嘉义基地的12架 F-16V 还曾高调进行大象漫步，秀出价值1200万新台币的新飞行头盔，被台媒吹捧为凸显 F-16V 对空、海、地面及视距外强大战力。失事的这架机身编号为6650的 F-16V 当时就参与了演练，并升空进行战备任务。此外，这架战机在没有完成 F-16V 升级之前，就是解放军空军的老熟人，在2018年曾伴飞解放军轰6K 轰炸机。周三，国台办记者会上，发言人朱凤莲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，就台空军 F-16V 组织大象漫步秀肌肉作出回应。
民进党当局不自量力与谋独呢，不仅会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福祉，还会加剧台海紧张动荡，把台湾民众推向危险的境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去年9月23日，嘉义基地有一架 F-16V 在起飞时主起落架收起失误，导致战机轻微受损。正是这架机身编号6650的战机。去年8月31日，另一架编号6829的 F-16V 战机，为了参加汉光演习，在屏东机场降落时发生意外，机头插入土中，导致随后降落的幻影2000紧急拉升飞走。意外让该架 F-16V 战机机头和起落架受损，被怀疑是零件异常酿祸。而同月早些时候还发生 F-16V 战机座舱罩飞脱意外，这也是 F-16系列战机在台军服役多年的第一次。同月2起事故让各界议论纷纷，台空军高层震怒，将一批军官行政惩处。没想到2022年伊始，最新升级 F-16V 就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故。它的换装过程中，全世界都一样，包含美国，它的失事率一定会高，因为你装备会不熟悉。F-16AB 改成 F-16V。感觉上都是 F-16，但是它里面不管雷达那些，它有些设备的位置那些可能很相近，但是一定有些些许的差别。所以当人在危险的时候呢，它会回到原始的怎么样上一架飞机的操作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就会造成失事率很高。台防务部门透露，这架失事战机的飞行员陈毅去年3月才任职，飞行总时数为321小时又50分钟，其中包括60小时又5分钟的 F-16V 机型飞行时数较低。台空军退役中将张延廷就此对媒体宣称，陈毅自2020年3月开始 F-16V 换装训练至今，飞行时数实在太少，仅为正常情况下的1/3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近年解放军军机绕台，台空军战机需要不断的出任务，导致带飞陈毅的教官出任务可以训练的战机也出任务，油料也先使用在任务上，层层排挤之下，新进飞行员的训练时数受到影响，造成飞行训练的风险提高。对于张延廷此次的一番说辞，有岛内舆论讥讽表示，将台军训练不足推给大陆，什么都扯上大陆，没逻辑，又要甩锅了。在甩锅大陆的同时，张延廷也不得不承认，美国升级版 F-16V 存在机械问题的可能性也无法完全排除。